雷欧厂的国产 KO 阿斯特拉是到货了。这一次呢，不仅是身体素质还可以，而且你们最关心的雷欧厂缩模问题呢，可以看到呢，这次是改进了不少，可以说是和万代的比是几乎没缩模了。但是他家之前的这一个雷欧可以看到呢，是高了不少。嗨，帅哥，给个3连呗！哎，等了好久好久，雷欧厂终于又出 KO 的奥特曼了。不过这次的阿斯特拉，你看着包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来跟着我一起念奥特曼雷欧。正面的话好像就是除了那一个大头不一样之外，其他的完全一致呀。侧面呢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看一下底面，虽然说也是贴上这个阿斯特拉，不过还是叫雷欧。背面呢依旧是叫雷欧，所以啊，这绝对能证明这一个呢并不是其他厂冒充雷欧厂出的，它就是雷欧厂出的，只不过是包装偷懒了。但是你说它偷懒的话，但是这个设计可不比直接拿万代原版的抹去 logo 要简单呀。你就比如说雷欧原版的这个文字吧，它是全都保留下来了。你看这一个阿斯特拉的图片呢，还放在了这一个文字的最下面。这不同的图层，这感觉挺难的吧？虽然说我 PS 不太好。雷欧厂正是因为他做的雷欧好嘛，所以说就出名了。那他的这个阿斯特拉做的会怎么样呢？做的不好的话，那就不好搭配雷欧了呀。再加上万代正版的阿斯特拉也不贵嘛，也就3张多。他这些做的好的话，那确实是才能值得考虑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配件呢是这一个5对替换手型，一个这一个替换的胸甲，加上一个奥特钥匙，再加上这么一个光线。这也算是雷欧厂的老传统吧，因为他家的奥特曼都是这样的，每次都是把红灯默认装上，我们就需要手动替换成蓝灯。在这里呢，并不是雷欧厂的锅，是万代本身就这样设计的，就是说它的替换胸灯方式呢，就是替换整个胸甲，而不是替换能量灯就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搞，那我也不知道了。看开头和雷欧的对比就知道，这一个缩模程度可以说是很小了。也正是因为它几乎没怎么缩模，所以说关节之间的缝隙很小，就看着很舒服。因为呢，它就是关节之间的缝隙越大，就说明缩模程度越严重嘛。就这样，他的身体就算是很协调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总感觉这一个头好小呀。而且他的头上没有雷欧这么张扬的角，就会显得头呢是更小一些。在重量方面呢，有着足足52克。可以荧光的地方呢，就是它的2处透明键嘛，眼睛还有胸灯。比起他家之前的作品呢，胸灯都是不在里面上一层银漆的，所以说会比较暗淡一些的透明键。这次呢，它上了银漆之后，可以看到呢，这个透明键真的是特别的亮啊。而且呢，从正面看还亮过头了，需要换一个角度才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蓝灯。而且呢，它既然在这一个能量灯上有一个核膜线，就这一个核膜线是挺败笔的，不然的话这一个胸灯还是挺漂亮的。它的身体也是可以看到四肢都是把核膜线开在了正面，然后这个腿部的打磨之后就没这么明显了，它是打磨过的。胳膊正面的核膜线倒是也有打磨，只不过是左胳膊的是打磨的效果很好，而右胳膊打磨的不彻底。雷欧胯部是有一个横着的核膜线的，而阿斯特拉这边没有，并不是因为打磨掉了，而是呢，它这真的是浑身都重新开模的。我本来以为呢，雷欧厂它翻这一个阿斯特拉的话，就是相中这一个雷欧通模了，毕竟看这个下半身就是完全可以强行通模的嘛，就是这一个左大腿需要重新开模一下。但是呢，它并没有这一个真的可以说是完全新规的，只不过关节肯定是套的雷欧的嘛，其他地方肯定都是完全新规。它这次胯部的核膜线开在了侧面，所以说呢，它并不是横着的了，这也就导致这个下半身是真的巨舒服。不过呢，它重新开模我并不归功于它做的比较良心，而是呢，我想因为它毕竟这个左大腿必须要新规嘛，然后它为了保证不缩模，所以说做的比雷欧的要大。如果说强行套用这个雷欧的右腿的话，就会导致2条腿不一样粗不一样大，所以它是被逼无奈才选择全部重新开模的，并不是因为良心，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产品能看，对吧？也正是因为它完全新规，所以说才更还原阿斯特拉一些。毕竟呢，虽然下半身猛一看呢是除了这么一个靠子之外呢，其他地方就是完全一样了。但其实呢，万代它做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比如说褶皱细节的话，是这个阿斯特拉的这个脚踝处是更多一些，然后呢，也是靴子筒呢是阿斯特拉的更长一些，比雷欧的要长。所以这次雷欧厂它并没有脱模呢，也是更还原了万代一些。你看阿斯特拉重新开模之后的右腿呢，它除了没有胯部那核膜线更舒服了之外呢，这一个膝盖的缝隙真的是小了很多，基本上没有了。而上半身呢也很明显，就比如说胳膊肘这里，我是给雷欧这里强行扩孔还有削装之后，就是说比起原装呢，这一个雷欧的胳膊肘呢我已经缩了很多了。但是缝隙呢依旧是比这一个没有进行任何修复的阿斯特拉缝隙还要大。毕竟它是和雷欧同关节嘛，所以说胳膊肘这里也是会有飞边的，只不过打磨过了，没有当时雷欧这么明显了。其他地方的关节都不用多赘述了，都是挺严丝合缝的，只不过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一个脖子看着是歪的，虽然不太明显，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在头摆正的前提下呢，这个脖子是歪的。这个问题吧，你要想办法把它给修一下了，其他地方倒是没问题。关节梳子什么的都不用担心嘛，毕竟是雷欧的同关节。到时候你直接泡了开水，把这一个脖子关节拔出来，然后把里面掏空一下让位，然后重新粘正它就可以了。而这一个头部呢，脸没有做歪，而且呢核膜线没有在嘴巴上面，开在了额头上面。虽然说看着棱角算是分明吧，但是比起万代呢，肯定是肉了很多。万代的是特别锐利的那一种头，眼睛的透明零件以及这个窥视孔呢，倒是都有还原出来。而漆面呢，仿佛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地方，毕竟它这分是好简单，就是红色加银色没了。
然后银色呢都是这么超级大块的，银色漆面的质量绝对比之前的雷欧要好了很多，没有什么刮蹭了。只不过它这红色依旧是涂的不太行，可以看到银色里面的红色呢都是涂的挺歪的，需要自己再重涂一下。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是腹部的这个字母没有涂歪就行。除了红色涂装之外呢，另外一个比较影响外观的问题就是它这一个胸腹部的边缘处可以看到呢，应该不能说是飞边吧，只能说是模具的边缘处没有开好，所以说呢需要自己再用打磨板或者是笔刀什么的修一下边缘。这次的链子呢也是不灵灵的闪，不知道是不是和之前的雷欧一样是用的纯银的呢？说不定是用之前雷欧做剩下的那个双节棍的链子做的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可动方面，低头幅度比较一般，抬头幅度基本上没有，转动没问题。然后胳膊的平台呢能够达到90度，大风车没问题。然后它这些蝴蝶肩膀呢也是没问题的。胳膊肘这里可以平转，曲轴幅度能够达到120度以上，手腕还算是灵活。胸部向前倾幅度一般，后仰幅度还可以，只不过后仰的话这里会穿帮。左右摆也是幅度会大，但是呢也是会穿帮一些。然后胯部的前踢呢能够达到90度，后踢是15度以上，侧踢能够接近一字马。大腿根的这一个平转呢有限位，听起来有点像齿轮关节。屈膝幅度能够达到120度以上，脚腕的向内幅度比较一般，向外更小一些，脚尖可动没问题，而且也是和雷欧一样是可以向下勾地的。然后它的5类替换手型呢可以看到是这一个炮式手，然后就是飞行光线手，加上这个拿奥特钥匙的手，加上这个五指大张开手。奥特钥匙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纯金色的，所以说呢涂装是难出问题，只不过呢可以看到有些说胶，有些说胶的坑。造型分色什么的都比较简单，所以说想翻车都难。然后还有一个光线特效，比较遗憾的是这个光线特效需要配合雷欧用嘛，所以说你要再买一个弯带或者是 QO 的雷欧。手型方面呢也是和雷欧一样4法替换。好的，以上就是这一个雷欧厂的券后80到手的阿斯特拉的情况了。数字做的还不错，都不用说修复教程了，也就是把这一个胸腹部的边缘处打磨一下，然后就是脖子按我刚才说的那样整一下，或者是换一个雷欧的脖子。这次的阿斯特拉开了一个好头，期待一下雷欧厂后面的奥特曼吧。按顺序的话，应该就是艾斯、泰罗，最后佐菲了。这个阿斯特拉呢，头牌不高，但是算偷跑吧。哦，对了，光线可以单独拆出来，没有粘胶水。